宝子们好呀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哈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哟。感谢宝子们的订阅哈，要是故事精彩，也可以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呀。今儿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相亲故事。说真的，做了这么多年红娘，啥样的单身男女我没见过呀。但像今儿要说的这位小芳这样的，还真是头一遭见。小芳今年32岁，从某知名高校硕士毕业，现在在外企当市场总监，年薪50万左右呢。人长得挺漂亮，身高168，体重110斤，皮肤白白净净的，穿着也超时尚。就从外表和条件看，那确实是个挺不错的妹子。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一身名牌，还拎着个限量版包包，一看就是事业有成的精英大美女。但她一开口，我心里就寻思，这案子估计不太好搞。丽姐，我要求其实不高。小芳优雅地抿了口咖啡，慢悠悠说道，就希望对方年龄在35岁以下，身高起码180，长相得帅气阳光，学历必须是海归硕士以上。工作最好是在外企或者知名企业当高管，年薪至少200万以上，最好有房有车，家庭背景也得好。我听完差点没把手里的茶杯给摔了，这还叫要求不高？这简直就是在找完美男神好不好？小芳啊，你说的这些条件，我琢磨着用词，在现实生活中想找个完全符合的，那可太难了，而且你也得考虑考虑。丽姐，我知道你想说啥。他直接打断我，但我觉得就凭我的条件提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我长得漂亮，学历又高，事业也不错，找个门当户对的，咋就过分啦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必须得给他讲讲现实。小芳，你说的没错，你条件确实挺好，但你得知道，你现在都32岁了呀，年龄咋了？他有点不乐意了。现在这社会，30多岁的女人那可是正当年，事业有成，还懂生活，咋就不能有要求了？我觉得是时候来点实在的了。你说的对，30多岁确实是好年纪，但在婚恋市场上，这年龄确实会影响你的选择范围呀。就好比你说要35岁以下的男士，人家为啥不能要求找个28、29岁的女孩子呢？小芳一听这话，明显不高兴了。丽姐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。咋的？男人找小姑娘就正常，我们女人就得降低标准，这也太双标了吧？我知道再往下说可能得吵起来，就决定先给他介绍几个条件不错的男士，让他自己去体会体会。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我更觉得必须给他上一课了。经过我一顿努力筛选，给小芳安排了第一个相亲对象，是个34岁的投资经理张先生，年薪100万出头，有房有车，身高178，长相中等偏上，关键是为人稳重靠谱。虽说没完全达到小芳的要求，但我觉得这已经是个不错的选择了。结果小芳一见面就给我发微信，丽姐，这个不行，身高不够，长得也一般，工资还太低。你再看他穿的，一看就不会享受生活。我赶紧回他，张先生他人品好，工作能力也强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用说了，丽姐，这种档次的就算了吧。小芳直接打断我，没办法，我又给他安排了第二个，这次是个32岁的海归创业者李先生，身高182，长得那叫一个帅气，创业也小有所成。见面地点选在了一家高档餐厅，谁能想到这次见面更拉胯。李先生刚坐下，小芳就开始各种灵魂拷问，你公司估值多少？你家是干啥的？在哪儿买的房？平时都去哪儿度假？李先生被问的有点不耐烦了，小姐，我们是来相亲的，又不是来参加投资评估的，你这态度让人很不舒服啊。我咋了？我问这些不是挺正常的吗？难道找对象连这些最基本的都不能问啦？小芳反倒有点激动。李先生站起来说了句祝你找到如意郎君，扭头就走了。回去后还给我发信息说，丽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心态有点问题，我觉得没必要浪费大家时间。第三次我找了个35岁的王总，某上市公司副总裁，年薪确实200万以上，就是年龄稍微大了点，长相中等偏上，离过一次婚。小芳直接在微信上就拒绝了。丽姐，
你咋给我介绍二婚的呀？而且35岁也太老了吧，长得还不够帅，根本配不上我好吗？这下我可忍不住了，小芳啊，你要求35岁以下，年薪200万以上，长得帅，没结过婚的。你知道这样的男士在相亲市场上有多抢手不？人家凭啥要找个32岁的你呢？丽姐，你这话啥意思？你是说我配不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单位好多男同事都追我呢，那你咋不从单位找对象呢？他们条件都不太好吗？小芳支支吾吾地说。我叹了口气，小芳，我问你，你觉得那些各方面条件都超优秀的男士，他们会在相亲市场上找对象吗？就算来相亲，你觉得他们会优先考虑多大年龄的女孩？这番话把小芳给问愣住了，但很快她又说，那我宁愿单着，也不降低标准，大不了以后做个快乐的单身贵族。说实话，听到小芳说宁愿单着，我这个当红娘的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这么多年，像小芳这样的女孩子我见多了，刚开始都说宁缺毋滥，可到了35、36岁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也不少。正好这时候，我们婚介所来了个条件特不错的男士，徐先生，35岁，某知名企业高管，年薪确实超过200万，身高183，长得也挺帅，是那种成熟稳重的帅。虽然年龄比小芳要求的稍微大了点，但我觉得特适合他。我把徐先生的资料给小芳看，他立马来了兴致，这个不错，年龄大一点也能接受，快帮我约。可当我把小芳的资料给徐先生看时，他却皱起了眉头。丽姐，32岁，会不会有点大了？而且看他要求这么多，感觉不太好相处啊。徐先生，小芳条件也很不错的，硕士学历，在外企工作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徐先生就打断我了。丽姐，我明白，但说实话，我更倾向于找个28岁左右的。你也知道，就我这条件，找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那不是小菜一碟吗？这时候，小芳又发来微信催我，我只好如实告诉她徐先生的想法。啥？小芳气得直跳脚，凭啥嫌我大？她自己都35了，这些男人咋这么双标啊？我试着跟她讲道理，小芳，你不也嫌弃35岁的王总年龄大吗？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咋能一样呢？我又不是找比我小的。再说了，我条件这么好，他居然还挑3拣4，看他都快急哭了。我觉得是时候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了。小芳啊，你说的对，在事业上你确实很牛，但感情和婚姻可不是简单的条件对等呀。你一直强调自己条件好，可从来没想过要用啥去打动对方。你每次相亲都跟面试似的，光盯着对方的收入、家境、外表，却从不关心对方咋想咋感受。你觉得你这样的态度真能吸引到优秀的男士吗？而且你老说别人双标，可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你嫌弃34岁的张先生年薪低，嫌弃35岁的王总年龄大，可你自己32岁却要求对方35岁以下，这不一样是双标吗？小芳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小声说，丽姐，我是不是真的太强势了？我拍拍她肩膀，知道错了就好。其实找对象最重要的是……正说着呢，我瞅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婚介所。走进婚介所的是上次那位张先生，只见他身边牵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两人有说有笑，那叫一个甜蜜。丽姐，我们来报喜了。张先生笑着说，我和小雅下个月就领证了，特意来感谢您。原来张先生被小芳拒绝后，我给他介绍了个29岁的女孩小雅。小雅是个小学老师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特别善解人意，性格也温柔。两人一见面就聊得特投缘，3个月就确定关系了。看着他俩幸福的样子，小芳愣住了。丽姐，小雅有点羞涩地说，其实我们还想请您帮个忙，我有个表妹也想来相亲，她说看我们这么幸福，也想找个像张哥这样踏实的男人。送走这对准新人后，小芳突然抹起眼泪来。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一直以为找对象就是在找一份合格的简历，却忘了感情最重要的是2个人的真心。现在懂了就好。
我递给他一张纸巾，其实我刚收到一位新客户的资料，33岁，在银行当经理，性格特别好，还懂得照顾人。虽然工资可能没达到你之前要求的那么高，丽姐，我想见见。小芳破涕为笑，这次我保证不问收入，不问家境，就好好了解这个人。1个月后，小芳和那位银行经理就开始约会了。虽然对方条件确实没达到她之前的标准，但两人相处得特别融洽。小芳说，她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真心关心的滋味。现在啊，每次有年轻女孩来相亲，一开口就是要求清单，我就会讲讲小芳的故事。宝子们记住喽，在婚恋市场上，男人没钱和女人年龄大确实都是硬伤，但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钱，也不是你多大年纪，而是你用啥样的态度去经营感情。感情是2个人的事儿，又不是挑商品。你老挑别人毛病，别人也会挑你毛病。你处处计较条件，别人也会跟你计较。相反，要是你愿意敞开心扉，真诚的去了解对方，说不定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好啦，今儿个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啦，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，也希望宝子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真爱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哦，我是红娘丽姐，咱们下次再见喽。